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兆和。我们之前就已经讲过，当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之后，台美的合作非常的紧密。但是今天这张照片，甚至这一段影片出来之后，全部人都吓一跳。为什么？这个画面是在今年11月的时候，美国邀请了非常多的国家来，他在夏威夷办一个联合演训。但你仔细看，我们画红圈那里，这个熟悉的台式迷彩。这里面有台湾人也参加这个联合的演训在里面，而且这个时间点，我刚刚不是说吗？在今年11月，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敏感，不要忘了，在今年11月的时候是中日吵最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是还形容美国什么话都没有说吗？结果没想到11月他们竟然早就在布一个这么大的局。好，但问题点就在这个地方，联合演训到底在搞什么？你看到《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他今天这个标题我非常爱。他直接讲了，他说美国陆军改变了装备和战术，为下一场太平洋战争做准备。什么叫做下一场？当然就是剑指中国。而在这一场演训里面，包括了跳岛作战，包括了无人机的神风特工队，甚至无人机的3D 列印的技术，甚至还有非常多的丛林战。而且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这《华尔街日报》特别访了一个叫富田的军官，这个军官把话说得非常白。他说，这一次的军演里面，他还扮演敌方的角色是在上面，因为等于是有一个正方，一个反方，他们不断的换角色之后，才会找到一个最好攻击敌人的方式，并且他说，未来这个演习的场景可能会成为现实，因为里面的想定，他说是美国盟友的岛屿领土遭到攻击。敌军已经登陆，美国在几周之后加入战斗。演习中没有提及中国跟台湾，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所以简单来讲，这个演习就是演给你中国看的。他今天就是演给你看说，你今天如果你敢打，今天我们是有实力可以去反击你的。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世聪，今天我看到这2张照片的时候，我吓一跳。台湾狼是台湾人，说这搞什么东西？哦，原来在11月的时候，美国在夏威夷搞一个联合演训，没想到今天我们台湾人在里面，还一起去打饭、吃个饭，还有台湾口音是在里面。我心想在搞什么东西？今天《华尔街日报》给我们一个答案。原来现在的美国真的在为下一场太平洋战争做好准备了。没错，我们11月中那时候呢，中国跟日本呢，因为高市早苗了一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类似这样的发言呢，搞得鸡飞狗跳，两个国家差点要打起来的时候，这时候川普闷不吭声，他并没有站在高市早苗这一边，但是他做了一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看得懂他的意思。在11月中的时候，在美国的夏威夷的举行一个联合的这个军演，这军事演习的时候，召集了非常多国家，有美国啦、法国啦，甚至还有这个泰国啦、菲律宾等很多国家，他们来演习。演习什么呢？他们演习的场景在夏威夷，夏威夷的有丛林啊，有这个海滩啊，还有山啊，什么一大堆的。没错，那他们演练的这个最新的演练，就是说他们要准备下一场战争。特别是今天有访问到相关的人士，就是说他们未来呢可能要演这个演习，就是说可能呢模拟就是有一个盟国呢，它的岛屿被占领了之后，然后他们再去登陆，再把它夺回来。你就这个想定，你不觉得非常的熟悉？对，他在演练什么东西？其实他就在演练台湾。所以他当时进行了那么多国家一起来演练，而且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官方说法里面都没有说他们要针对台湾或是针对中国，可是他的影片里面出现了台湾人。对，你看，这是我们台湾我们非常熟悉的台湾的这个军装的这个迷彩啊，甚至在打饭的过程里面来说，有台湾人在那边吃饭，而且还有台湾人在那边讲话。后来这个我们接下来怎么样？所以就告诉你什么？台湾人有参加这一次的演训，台湾军队有参加这一次的演训，所以呢，主角是谁？大家应该非常清楚。好，除了这个演训的这个消息曝光之外，《华尔街日报》跟你讲啦，你看他说什么？ U.S. Army changed tool and tactics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Pacific War， 就是美国陆军改变装备还有战术，为下一场太平洋战争做准备。上一场太平洋战争面对的是谁？日本。对。下一场太平洋战争面对的是谁？中国。对啊，不言可喻。所以才跟你说，现在显然美国也不演了，他嘴巴没有说我要针对中国而去，但是其实他步步都在对中国进逼。在高市早苗跟中国吵翻天的时候。 他没有讲话，但是他是准备了大刀，
准备了武器，准备如果有机会的话要砍你一刀的这个状况。我们真的非常的吓到，为什么？因为这个演训里面有非常多的国家全部加入，对，结果里面有多少人？有8000个人，结果它里面特别拍到就是我们台湾人。台湾人在里面哦，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对，我们就说这一次的这个演训里面召集了非常多盟友盟国，那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希望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可以联合作战。对，那联合作战的时候，这一次的演练里面来说，演练了非常多的这个新型的这个战术。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人分成敌我两军，那敌我两军互相的对抗，真的是在模拟真的发生类似战争的时候，他们所有的想定跟所有的这个计划。最重要，他们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是毛起来这个真的做这个演练的一个状况，甚至他们还这个在什么壕沟里面啊过夜啦，然后还在这个丛林底下，他们真的是完全模拟当时的战争的这个情形。好，而且这演训真的不是开玩笑，是你看到哦，他们在夏威夷，是他特别把这一次的演训里面，我刚刚讲。除了是有跳岛，是还有什么？还搞一个丛林战，没错。他说：“丛林战，我还是第一次，台湾也进来丛林战了。”是好，我们刚才讲，实际上这次演练的在欧胡岛，欧岛有一个 Scofield Barrack 这个军营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军营他们演练了为期2周，2周里面演习什么？他们为下一次的可能发生的太平洋作战的样态在做准备。好，那这一次做什么？你可以看，我们先来看他们的装备，他们装备有海马式。为什么要海马式？赵尔。这个海马式来说，就用在什么？用在滩岸拒止嘛。比如说，我可以把它放在岸边的时候，我可以攻击你的船舰嘛。好，这个可能就我要夺岛之后，我要建立我的基地的时候，我就用海马式。好，另外一个他们还出动这个所谓步兵的小型车辆。这种小型车辆的话，有点类似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疯狂麦斯》那种车。对，这种车就跑得很快，而且那种速度很灵敏那种感觉。而且就是符合不同的这个地形嘛，譬如说山丘、丘陵，或者说可能有沼泽。这个跟台湾的地形其实非常非常的适合。照你看，我们只给大家看，过去我们对这个想定，这就是他们空运这些相关的这个车子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登陆之后，它真的跟《疯狂麦斯》电影中的车子一模一样。就登陆之后怎么作战嘛？就是你看运到这个地方来，然后等到这个我登陆的时候，我把海马式的这个火箭弹架起来，在这个地方站去。不过这次其实引人注意的是什么？这一次如果你仔细看，我们过去看演练，不是大家都在发这个开枪啦、发炮，没有。他们这一次，照你看，每一个人都人手拿着一个电脑，他们在搞无人机。对，这一次的演训的重点是无人机的这个想定。你看，他们这次释出的画面里面，到处你看，他们都在无人机的这个战情室里面，然后你看，大家都在用无人机在那边互相发射。为什么？他们就说，现在的俄乌战争之后，我们都知道，其实呢，真正在陆军作战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无人机在作战。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用无人机歼灭你。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训练无人机啊，所以等于是敌我。你看，他们这次的想定是。敌方也是这样，我方也是这样，大家用无人机互相交战的过程，所以来说，这是一个全新形态、不一样的装备作战，还有战术的这个作战。好，那除了这个装备，我们刚才不是说吗？都用无人机之外，这次美国还做了另外一个想定，为什么？这次美国在这个欧胡岛这附近来说，在夏威夷群岛上面有一个叫 Lightning Labs， 就是叫闪电研究室。那这个闪电研究室要做什么呢？你知道，他们现在你看，他们这个《华尔街日報》说的。This is the U.S. Army's test for 3D printing on demand， 就是3D 列印。他们这个地方就要做3D 列印。他们在夏威夷弄一个实验室，然后在3D 列印，对，等于是你需要什么，我马上弄给你。对，好，那为什么要3D 列印？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他们都用无人机在那边互相作战。无人机有时候，你有时候零件坏掉了，对，零件坏掉怎么办呢？零件坏掉的话，我用3D 列印把它列印出来，甚至我用3D 列印的方式做出一台无人机。所以他们等于用这样的方式，你看就是3D 列印的相关的这个程式，然后开始组装之后，我再简单的把这个所谓的螺丝弄上去，就快速组装成一台无人机这样的方式。所以呢，他们就宣布啊，他们宣布什么？我们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已经测试完成，他们说他们可以为用3D 列印制造出他们的无人机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也太快。我们刚刚看他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这样飞了起来。对，没错，他们已经打造出来了，所以确定他们未来在前线可以透过3D 列印的方式打造出真的一款杀人无人机。好，那为什么这个对美国很重要？照我们不是讲吗？它的想定是在什么地方？在台湾嘛。对，在台湾，问题是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领土里面来说，这边是美国的本土在这个地方。好，对，那他们前线是夏威夷，这次演练在夏威夷，对不对？但是你看他们在前线的话，他们要到日本呐，或者到南韩呐，或者到关岛啦，或者到菲律宾，都很长远。这攻击的路线，就是说后援的路线、后备的路线太长远。如果我可以在这些地方前线，我都有3D 列印机。甚至假设未来在台湾，
真的他们登陆之后要生产更多的无人机的时候，用3D 列印，他只要把3D 列印的机器装过去，他就可以在这边一直生产无人机，这样就可以作战了嘛。对，所以等于是缩短了他们后勤补给相关的这个障碍。所以等于未来作战，我们想定未来的作战会是怎么样？美军呢，如果真的是要作战的时候，他们海马4一定会在旁边，然后空投这个战车下来，战车下来之后，每一个作战人士都用了非常多无人机，无人机之后，那没有无人机怎么办？我再用3D 列印把它列印出来，有坏的时候我用3D 列印出来，这就是未来美军全新形态的作战方式模式，就是这个样子。原来是这样子搞的。对，没错。好，我们就讲。这一次的这个作战里面来说的话，我们就说他们在测试什么？他们在测试无人机群。你看，这就有一个这个他们的31岁的这个他们的军事长，他说什么呢？他说了，我所在1年的时间哦，他所在步兵排我们知道就是直接要跟敌方这个短兵相接。他说了，他从一种这个小型的这个4旋无人机的机增加到7种。然后他们还在进行测试，然后拥有各式各样的系统，还有各式装备的数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从原本1种到现在7种。对，所以简单的说，你看他们一个军人要会操作7种无人机。好，所以你看他们这一次测试什么？你看每一个军人一个军人，你看同时间就飞出了7架无人机出来。对，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有7架无人机同时起飞。同时，我刚才不是就说吗？这就是他要这个起飞的这个，你看同时起飞，太可怕！同时起飞，同时起飞之后，他就想，他自己说，如果我是被攻击的方，我会非常害怕。你看你在丛林之中，你根本无处可躲，然后这个无人机可以侦测到你，之后，它就直接可以把你歼灭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说，这一次他们所谓的扮演的敌我双方的时候，都是相当的这个作战相当激烈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要根本搞一个无人机的神风特工队。对，好，那你看我刚才不是说吗？7台飞机上去之后，你看他做的事情是什么？未来的步兵呢，他不是拿着枪，他是拿着电脑，他就直接在那边看。这个我们要怎么分配的一个状况。好，那他们想定什么？你看到它这个电脑，它不是这边按，是这个还可以触控，可以放大的。没错，它就在那边厉害了吧？触控放大，然后你要飞到什么地方，然后它可以看哪一个视角，找到敌人之后怎么去攻击。好，那他要说他们这个下午呢演训什么东西呢？照他们演训是用无人机群做一个神风特工队的这个攻击，也就是说这7台无人机飞上去之后呢，我。譬如说看到一个高价值的目标，我怎么去进行相关的这个攻击的这个状况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就讲，那这里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家公司就在这个地方就要出来了。这家公司叫做 Autorium 的公司。Autorium 的公司来说，它是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无人机有不同的这个公司嘛，像有些无人机，譬如说是这个安杜里尔的，有些是其他公司，这样不同无人机你怎么整合？对，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公司，他们就叫 Autorium 的公司，它是做什么？它是把所有的不同飞机的平台把它整合在一起。简单的来说，有点像是什么？无人机界的微软的作业系统。因为我们知道微软过去的作业系统不是可以整合什么戴尔，你管你是什么戴尔、Acer、宏基，这个说ASUS 什么电脑没关系，我就可以用微软的电脑把它整合在一起。它就是类似这样的地位。Autorium公司就是它是这个无人机界的这个所谓无人机界的软体界面的王者，所以得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完全整合在一起。所以有 Autorium公司的这个界面的时候，它就可以几乎是把所有的无人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这个状况。那你也想说，那它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我跟他讲。他这几年的最重要的目标的国家就是台湾，因为它主要就是一个开放式的这个平台，平台它可以把不同的无人机完全整合在一起，然后还可以跟什么？还可以跟陆上的这个东西，陆上的武器、跟海面上的武器、跟空中的卫星，还可以再整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战平台。然后它还是个 AI 的这个自主的这个平台，就是说我可以下指令给它，它可以给我标示说，譬如说我要什么样的攻击目标，然后有这个平台之后，我可以做什么无人机群的这个攻击啦。然后还可以跨平台的这个整合，所以它非常厉害。很多无人载具，我不只是说可以控制我相关的这个无人机、无人潜舰，我可以控制无人的这个所谓汽车，我可以控制。所以等于是它的技术相当好。对。那它既然是我刚才不是说吗？它是无人机界的微软，它这几年呢，它跟中科院合作，对，它签订了非常多。也就是说，它把这个 Autorium 的合作了，把我们台湾的供应链、无人机供应链跟它完全整合在一起。好，另外一个。他跟我们的雷虎科技合作，雷虎科技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它是在无人机的发展是在国内首屈一指的，甚至它还有做到部分的无人潜舰的部分、无人船的部分，他们完全整合在一起。所以等于是 Autorium 公司来说，用它的界面跟它的相关的产品，跟我们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完全整合在一起。简单来说啊，就是说你透过这个平台呢，把所有的资讯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未来假设我们在作战中间来说，我们
假设我们本国的无人机真的没办法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外国的无人机直接来套用，因为有这一套系统里面就可以跨平台整合，互相的整合，所以这一套平台对台湾未来无人机发展是至关重要。所以你看，我们就看到 Altran 公司呢，跟我们相关的台湾的这个中科院的这个研究单位就互相的合作在一起。所以跟你讲。事实上，我就说，从这一连串的这个动作，美国在夏威夷11月18号举行的这个联合军演，告诉你未来作战就是下一场太平洋战争的模型。然后他们演练了那么多新型的这个战役之后呢，你看他也把这一套这个演训中间最重要2个东西，一个叫3D 列印的技术。我是不认为说美国会把3D 列印的技术给台湾啊。如果未来给台湾的话，那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就厉害了。另外第2个是这个所谓 Altran 的作业平台来到台湾了，跟台湾所有的公司互相合作，告诉你什么？现在美国已经把这种非常重要关键的作战平台交给台湾，所以他对台湾的重视其实是不言可喻的。宇轩，我们刚刚这样一路看下来，现在现代化的战争就在打什么？打无人机。尤其我们刚刚在演训里面看到非常多的无人机，但是这演训里面，亮点非常多。为什么？你看到一般来说他拿着枪，对不对？拿步枪没有什么，但现在他们在搞什么？他竟然在步枪上面装了什么？智慧的这种针对无人机的这种射击器。如果装这个之外呢，它更厉害，还可以干扰无人机的。结果它的大小，各位观众朋友，跟你的 iPhone 一样，就装在这些军人上面的。正好这根本开外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过去就对于这种陆战队或者陆军成员来讲，最麻烦就是无人机在你头上嗡嗡嗡嗡嗡飞来飞去。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北韩士兵出入到了乌俄战争的战场，然后望天长啸，哇，我是谁？为什么？根本找不到，没有看到过。但各位，这种未来的局面被改变了，因为呢，现在呢，在这个 My Defense 它发展了一个丹麦的军火商，两个小小的放在你的胸前，一左一右。一个呢叫 Wingman 不是把妹那个 Wingman Wingman 就小帮手。那另外一个呢叫 Pitbull 也就是斗牛犬。他们干嘛？光是一个人身上2公斤搞定跟 iPhone 差不多大小，你就可以搞定无人机了。怎么搞定法呢？首先，它是不是有装一个叫 Wingman？Wingman 顾名思义，它是在帮你忙的嘛。帮你忙之后呢，无人机比如说在你领空呢，四军飞来飞去，知道你知道它要干嘛吗？它会帮你征收，也就是说你立刻呢就可以感觉到说这边有无人机，那边有，它会把这个频谱，因为它有3种频谱，频谱就是说你无人机今天要飞行的时候，是不是要仰赖频谱？对，所以呢，在这个频谱的征收的状况下，它就知道说 A B C D E F G。你意思是说我只要跟一个跟 iPhone 一样这种小只的，对，放在这个地方，对，当今天有无人机来的时候。他会跟我讲有无人机，因为赶快先跑了，因为你有穿戴式装置嘛。你没有看他是不是一直在看这些有没有？手上那边看，那你也可以放在眼睛那边看。他就跟你讲说这个方向有无人机，这个方向有无人机，这个方向有无人机，然后你就可以自动侦测。而且各位，那个东西不用打开它的蓄电量可能比你的老旧 iPhone 11、12还来得更久，哇塞，大概14小时到20小时。所以你就开了之后，你就在那边逛大街，随时就知道无人机哪里来，眼睛闭着你都知道有无人机啦，因为它会耳朵视觉。太厉害了！所以你看另外一个是什么？就 P-Bill 这时候派上用场，因为你知道人在哪里，你也要打得下来才有用嘛。来，兆和，我跟你讲这个很厉害P-Bill 是不是一颗这样子，对不对？我跟你讲跟隐形剑一样，你就把它装在手臂上这样轰轰，这样就可以了。真的假的？真的，你说我看到无人机，对我这个直接往上举，对，无人机就下来了。对，它不会下来，它就停在那边荡掉了，就轰轰，它就荡掉。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管你是这种操控式的仪表，或者是呢你是连接它的通知讯号，以及呢这个无人机发动攻击的自主讯号，你只要这个电池 RF 干扰波棒打下去之后，对不对？它马上就宕机，待在那边，它就它的系统设备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刚才讲了老半天了，你看。就这么简单，真的小小的，跟 iPhone 一样，1公斤也不会重，1公斤而已，就1公斤，左跟右，对，像 walkie talkie 啦。那我跟你讲，海军陆战队陆军成员，随便的扛20公斤，对他们讲这个有跟没有一样，好不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个侦测呢，一个打，而且再来你知道这可怕在哪里吗？与此同时他们除了说调动，比如说我征收到。我透过这个我们讲 Wingman 呢，征收到说有无人机系统呢，在我们领空飞来，就像看到就这样2个小小的，对不对？但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干嘛？它可以去通知其他的我们讲的僚机，通知呢其他的伙伴，因为他给你看这张图，就是说你只要使用的他们这套系统 My Defense 这套系统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连在网络上，都可以进行了另类打击。所以敌人的无人机是在哪里？全战场的人全部都知道了。对，它等于是侦测，因为我跟你讲，你无人机需要频率，它才有办法去控制嘛。对，它就是去控制这个频率。但是这个东西我更有兴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东西有够酷。你如果说没有带 Wingman， 没有带 P-Bill， 没有带这2个反无人机系统，你也可以反无人机，你知道吗？就单看上面这个小瞄镜就可以了。对，
这个小瞄镜哦，这个叫做智慧射击器。智慧射击器对，你有玩过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这种射击游戏 CS 你知道最可恶是谁吗？开外挂，那哪一种外挂最可恶呢？自动瞄准哦，这就自动瞄准。这就自动瞄准。对，你知道吗？你只要用这个镜哦，看出去外面哦，因为它有所谓 AI 的自动辨识。对，比如说无人机过来的时候，它就哔哔哔哔，它有一个十字盲心把它锁定住。但如果有人要从你前面跑过去，它会哔哔哔哔把它锁定住。而且你知道它更可怕的是什么吗？它锁定完之后，它会算它的动量轨迹。也就是说，我发现你的动能是往这边发展，所以它会自动跟枪。就是呢，你走到哪里，我自动跟到哪里去。真的假的啦？对，那你就说，可是宇轩这只是镜头啊，它没有办法开火啊，可以？为什么？因为呢，这是M4卡宾枪，你有没有看到它上面这个东西，然后连的一个线，然后直接连到这把枪里面。对，你知道呢？然后它的弹夹呢，以及呢，它按我们讲的扳机的地方都跟别人有所不一样。为什么？这个叫 Smash 系统呢？它等于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个步枪，对不对？我干嘛？我把扳机扣着，然后我都不要看，我的扳机扣着我都不要看。然后我就枪这样挥，在空中这样挥，那知道它干嘛吗？它会自动开火，因为只要你的瞄镜里面扫到那台无人机，它会锁定住，然后你等于是你刚刚预开的，它会 delay fire 延迟开火，扫到之后，砰，它自动把它开出去。假的，它变成是傻子都可以变神枪手了吧？真的有够酷！我跟你讲，我有看到他那个现场实际画面哦，他的实际画面吓死人。为什么？因为无人机它只是小小一个。就真的很小，它的一个光点，你如果用肉眼，你根本看不到，你就只是听到嗡嗡嗡的声音。但是它的瞄准镜真的可以对上，然后变成一个十字盲心，结果直接秒杀，砰下去啊！对，就像我们之前讲，中国不是火控嘛，就是就锁定人家，它就自动就去把人家锁定了嘛。而且你看哦，这也可以排除掉所谓的我们讲的夜间，或者是因为它如果有红外线扫描，或者是这种热像成像仪的，它都有办法进行锁定。所以你想想看啊，未来这套系统都会安装在北约的武器上。那你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两套，它需要花大钱吗？也不用，所以它凸显一个概念：未来的现代战争会越来越趋近所谓的 AI 化，而伴随着所谓的 AI 化之后呢，变成是这个不对称作战是比谁的科技更加精明。瑞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演训里面，《华尔街日报》特别用一个标题，他说是为了下一场太平洋战争做准备。我刚刚也讲。就是演给你中国看好，为什么要演？因为美国要拿出他的实力出来。结果今天有媒体他报道一件事情，他去问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军事上面的事情。他说：“哦，对，我跟你讲，中国火箭军它的飞弹非常非常多。结果现在美国陷入一件事情，还有什么叫做终极难题？我说是什么难？来，你看后面字。”该不该直接攻击中国的本土？心想真的假的？美军真的台海有危难的时候，美军直接往中国干，真的假的啦？少和啊，今天还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美国的战略的改变，为什么呢？之前不是都说，那么美军在亚洲这个地方缺乏相关的弹药，这个等于说弹药库啦、补给站的等等啦。一旦攻打的话，1个礼拜之内所有的弹药全部会用罄嘛，对不对？对。那中国它累积这么多了，几千几万发的这个炮弹，那包括这个飞弹呐，还有火箭弹呐，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等于说武器啊，那美军一定居于劣势嘛。对。美国变更它的相关的这个战略思维，为什么呢？它要用10年的时间，把2500枚的这个现存的相关的反舰飞弹。一口气增加到15000枚。哦，那我请问你，这15000枚是冲着谁来的？中国来的，当然是中国来的。你的船那么多，我在炸你的。中国不是说它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吗？对，300-400艘的下饺子，一直下嘛。我请问你，你的军舰下饺子再多，你会比美军多出来这1万多枚的这个反舰飞弹来得多吗？至于今天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假设是。美国到底要不要进攻这个等于中国的本土？对，那当然这也是很多以美论的心里讲说美国不会为了你台湾，中国攻打台湾吗？美国会攻打这个等于说中国的本土。我告诉各位，只有在一个状况下会发生，也就是中共去攻击美军跟美国的领土，全世界各地都一样。美军跟美国的领土，还有签有安保条约、互相保护防御条约的国家，因为你在逼美国要动手。对。那么中共一向不是很自大，就是说我东风多少，就是关岛快递、夏威夷珍珠港快递，对不对？对。我请问一下，只有你有快递吗？
美军没有北京快递吗？没有南京快递吗？没有西安快递吗？美军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 B1、B2 相关的逆中轰炸机，没办法带着核弹把你给你干了，给你宰了吗？还有美军的核子潜艇躲在太平洋里面，你知道它在哪里啊？只有你有巨浪吗？他们不是在一直说他们中共的相关的那个潜艇呢，可以发射巨浪，然后打向美国的领土吗？对。那我请问你一下，只有你有巨浪吗？然后美军没有相关的它的核子动力潜艇，隐匿藏于9天之下，在太平洋哪个地方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没有核子弹吗？你以为只有你的核子武器可以1颗核子武器出去变成这个10颗8颗的这个子母弹吗？美军没有吗？你有的美军都有，对，但是美军有你没有的，很简单嘛，我干嘛呢？伊朗够强大了吧？被美军这样子棒的打下去，把他的核子设施打掉以后都没了，皮亚蒙呢他也不敢怎么样嘛，对不对？我请问，那么中共在2年前曾经被网络上面披露。中共火箭军所有的飞弹、所有的基地、所有的发射井，连哪一个部队里面有一只这个毛小孩叫小白、小黄，全部公布出来。对，我问你，请问麻烦那个中共解放军公布一下美国的小黄跟小白在哪里啊？公布一下美军的核子潜艇，然后它的基地里面有几只小黄，有几只小白啊？公布一下嘛。那么。中共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你非常的幼稚。当这个美军他们不是翘着2郎腿在看着前面的中共的这个的航空母舰吗？对。然后呢，你们在演训的时候，美军的飞弹驱逐舰就直接乱入你们的部队。我跟你讲，我问你嘛，你敢这样去惹美军吗？当然不敢。胡特号的航母，然后呢，我一艘动5-4、动5-2D、动5-5万吨大驱，我就直接从胡特号的中间要穿过去，你敢吗？这就是两边的实力不一样嘛。战争讲的是实力，不是口水战。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